永恒万花筒血灵眼时期的佐助是他在剧中表现较为差劲的一个阶段，同时也可能是佐助的忍者生涯最终的实力水平。在移植鼬的万花筒血灵眼后，佐助的眼睛升级成了永恒万花筒血灵眼，使得佐助获得了凌驾于鼬之上的忍术和瞳术。但要完整掌握新的力量，通常不会是一蹴而就，得有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像是在万花筒血灵眼后期，佐助射团中的须佐剑无法贯穿大桥；永恒万花筒初期，射豆豆剑也同样不足以毁坏中路石柱。佐助在刚获得永恒万花筒血灵眼那会儿，给到我们观众比较直观的感受，好像就只是剔除了血灵眼带来的副作用，让他驾驭万花筒的能力变得更稳定了而已。要说对佐助实力的上限有多大提升吗？似乎没怎么感受到。至于须佐解锁了附魔家具土民的能力，看上去也不是什么门槛很高的操作，所以碍于佐助当时对永恒万花筒的开发程度不够，发挥不出全力。那对于他在这一阶段初期的表现，我们一笔带过就好，不用揪着不放去大做文章，重点还是放到4战的最终战场上来吧。赶到最终战场的佐助，先是用岩盾加剧土命须佐能乎，清了一波10位分裂体。这个黑岩剑的威力如何呢？和班的3根黑棒五五开。在带土变成10位人柱力后，佐助的攻击不仅无法奏效，须佐在求道玉面前也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佐助开始挂机，并在鸣人开启仙人九喇嘛连接模式后，不甘心地握紧了拳头，感叹鸣人的实力太过逆天。紧接着，佐助在得到鸣人的查克拉外衣后，须佐也升级到和9尾等身大小的2阶长腿形态。此阶段的须佐灵活性得到了提升，在中午的咒印加持和鸣人尾兽玉的联合攻击下，突破了带土求道玉的防御。攻击虽然奏效了，但此时两人的速度却跟不上带土，被带土抓住扔飞了出去。随后两人开出微装须佐能乎，合力击碎了带土的天招矛，这也成了永恒佐助在4战中的最大高光。此形态的须佐额头上已经出现了水晶驾驶舱，样貌已经非常接近完成体的武神须佐了。然而这个微装形态甚至先前的2阶长腿形态都是在得到鸣人的查克拉后才开出来的，那光凭此时佐助自己的查克拉量能否开出来呢？这就不好说了。须佐的进化是瞳力和查克拉量共同的结果，瞳力会随着施术者对血灵眼的开发和磨练得到提升，成为让须佐升级的钥匙。更高阶的须佐又需要大量查克拉的支撑，才能构筑起须佐庞大的躯体，两者缺一不可。而此时的须佐开启永恒万花筒血灵眼后还不到1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磨练瞳力，但他依旧能在短时间内让须佐从半身2阶升级到微装形态，已是天赋异禀，无可挑剔。然而查克拉跟不跟得上瞳力的提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理论上，只要佐助继续修行，查克拉和瞳力都能得到提升，开出完成体武神须佐也只是时间问题。但很幸运也很不幸的是，6道仙人的传功和轮回眼的开启，让佐助跳过了这一阶段，直接借着6道之力和轮回眼带来的瞳力，开启了完成体须佐。这使得永恒万花筒血灵眼佐助从上线到下线仅仅不到1天的时间，我们读者也不好判断永恒佐助如果光靠自己能在什么时候开出完成体须佐。因此大家对永恒佐助最终的实力评估，最多就只能定格在微装须佐这个阶段。前期佐助 solo 的时候干掉的都是些没啥含金量的10位分裂体，后面迎战带土时，又是中午的咒印加持，又是鸣人的查克拉补给，很难量化出佐助在其中究竟出了几分力。哪怕我们用最大的善意默认佐助不靠鸣人，自己也能开出微装须佐，但完成体须佐是这个时期的佐助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永恒佐助开完成体须佐只能存在于理论中，并且随着佐助在博人传里变成独眼，这个理论兑现的概率也越来越渺茫。独眼佐助对比永恒佐助，2只血灵眼变成了单只血灵眼，这听上去好像是巨大的削弱，但仔细想想，天照这些瞳术可一个没少。佐助16年的历练也足够填补少了1只眼睛的损失。要说两者最大的差异，也就在于能否开出完成体须佐这点上。少1只眼睛，那就少了一半的瞳力。哪怕佐助能像卡卡西那样通过磨练发挥出单只血灵眼的极限，但再怎么也抵不过2只眼睛的瞳力。永恒佐助受限于对瞳力的磨练程度不够和查克拉的不足，当时开不出完成体须佐。独眼佐助虽又经历了16年的修行，提升了查克拉，磨练了瞳力，但失去1只眼睛，使得瞳力的上限折半也是事实。2个时期的佐助都因为这那的不足，让完成体须佐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漫画不画出来就永远没法实锤。因此个人觉得永恒佐助和独眼佐助的实力甚至都大致相当。如今佐助遭到神树吞噬，暂时下线，如果博人传漫画后续没有加强佐助的打算，那永恒佐助将会是佐助的最终实力水平，实力定档超于中下游。虽然直觉告诉我们鸣人佐助的实力应该是对等的，但从2人后期的实战表现上来看，
佐助确实差了鸣人不止一星半点，很难对标同时期的九喇嘛鸣人。不过阶段性的落后并不打紧，毕竟两人在每个时期都各有胜负。但是俗话说得好，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现今都已是独眼佐助和五虎鸣人的版本了，情况又反了过来。佐助虽然失去了轮回眼，但对血灵眼的运用已趋于成熟。刚刚又习题了画虾考的眼睛的战绩，实力再套对也能接近于4战的永恒佐助。相反，鸣人不仅失去了九喇嘛，对仙人模式的掌握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力直接滑坡到仙明之上、精明之下的程度。假如博人传漫画后续不打算补强两位，那独眼佐助和五虎鸣人将会是他俩忍者生涯的最终实力水平。这样看来，鸣佐之争的最后赢家会是佐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日剧居居。继2007年疾风传后，在2017年4月5号，火影忍者迎来了第20大的版本更新，旨在降低追番门槛、吸纳萌新以及全方面展示忍者世界的变迁。所有的忍者形象和能力也都做了些许调整，以适应新版本的需求。那么本期视频，我就以编剧大大的视角来对新版中的忍者变动一一做下说明，看看有哪些忍者惨遭削弱，跌下了神坛，又有哪些忍者得到加强，咸鱼翻身了吧？漩涡鸣人削弱。版本更新3年以来，我们一直有在倾听观众的声音，采纳大众的意见，对简单粗暴的英雄零容忍。作为上个赛季的版本之子，兼顾爆发输出和持续作战能力的鸣人依旧强势，风头一度盖过了新英雄，所以我们急需采取措施来平衡他的强度。但碍于该角色是火影的门面担当，我们也只能对他谨慎动刀。在正式服里，我们通过给他增加拖油瓶来斥责他的发挥；在体验服中，我们也通过打造一个个逆天反派，以达到变相削弱他的目的，尽可能在不得罪老粉丝的前提下，让新角色也有所发挥。宇智波佐助削弱。一直以来，我们都秉承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平等对待每一位忍者，不再纵容像佐助这种兼具高额伤害和自爆能力的忍者戏耍对手。所以我们先后降低了他的双抗，大幅增加了技能耗蓝量，延长了他的技能真空期，以限制他在团战中频繁开大，也让对面的前排英雄能够在佐助的爆发下站稳脚跟，增加在对抗中来回博弈的空间。宇智波鹰加强。在前2个版本中，小樱一直比较依赖队友，单兵作战能力较弱，为此我们针对他的速度和体术做了小幅加强，让他即便在不开百豪之术的情况下也有一战之力。此外，在体验服中，我们也为百豪之术寻得了6道仙人这个新爹，为后期进一步缩小他与鸣人佐助的实力差距做好了铺垫，以不负小三人的名号。青木卡卡西回调。上个赛季末，卡卡西无故被砍血轮眼，丧失了千鸟等诸多 buff， 结果出现了手不出家秒不掉人的尴尬情况。作为补偿，我们特赐新雷顿紫电于他，以保全他这个6代火影的颜面。有命之来，忍不重做。作为最早一批的忍者，直男一直缺少应有的话题度和存在感，是典型的高胜率低使用率的忍者。为此，我们从人物性格上着手，重新将他塑造成一位喜怒无常、自卑敏感、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以增加他的流量。目前看来效果显著，隔3差5都能看到讨论他的帖子呢。全碾压技能重做。为符合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回应爱狗人士的诉求，我们忍痛将年迈的赤丸下线，用猪丸取而代之，让猪丸成为牙新的人犬搭档。山中景野加强。上个赛季末，景野在4战中得到了史诗级加强，凭借新转星和新传星2招家族秘术，稳坐木野 T0级辅助的头把交椅。为了进一步凸显他的忍术特色，我们将他父亲的读心术下放给他，同时扩大他的被动感知范围，让他不借助木野的感知结界，也能精准获取每个人的视野，全力打造一位集控制、感知、通讯、医疗和情报收集于一身的全能辅助。天天加强。作为岸本齐史先生最喜欢的女忍者，我们之前就以天天为女主角，为她量身打造了番外李洛克的青春全力忍传，来提升她的人气。但观众朋友们似乎更希望天天能活跃在战场上，于是我们将6道仙人的神器打包赠予天天，希望天天能用这些宝贝来大杀四方。工具魔皇加强。木盾忍者大和作为上个版本的强推支持，一直缺少与他出场率和实力相匹配的人气，所以我们决定将木盾下放给魔皇，延续木盾的荣耀。目前在正式服中，木盾所需的水土性质的查克拉，魔皇已一一向大家展示。等体验服数据同步到正式服时，相信魔皇的木盾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惊喜。缘分木叶丸加强。作为3代火影的孙子，7代火影的弟子，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木叶丸打造成中生代里最优秀的上忍，不仅大幅度提升他的颜值，还结合了猿飞一族和鸣人的忍术特点，为他定制了螺旋丸、火盾、查克拉刀、风铃术、影分身以及蛤蟆五郎和猿罗2只通灵兽，极大程度丰富了他的忍术多样性。希望木叶丸在外挂烂飞的时代里，依然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五爱罗、达鲁伊、黑土、长蛇郎削弱。新版本中，我们打出了忍者时代终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为此，我们一直在思考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版本主题。最终，我们选择了通过削弱各村影的实力，来表现新时代天下太平忍者不思进取地位下降，变成冷门职业
业的环境现状，好让后辈们把对修炼人数的精力全部转移到开发科学忍具上来，以适应新时代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上个版本中所宣扬的前代不可战胜论，有为事物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哲学理念。所以在新版本中，我们用各种手段来限制老一辈忍者的发挥，为新角色们创造良好的输出环境和成长空间，以契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科学发展逻辑。好了，本期忍者平衡性调整视频就说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能顺应版本择优入坑，祝大家追番愉快，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火影忍者中形形色色的忍术、体术、幻术多达几百个，从忍者学校教授的分身术到改变天地伦理的转身术，官方根据这些术的学习难易程度，将其划分为了1级到 S 级。不过不包括秘术、仙术、血祭限界、血祭淘汰、血祭网罗。在全剧几百个术中，官方钦定的 S 级术仅仅只有20个。这些术不仅学习起来极其困难，施术条件也异常苛刻，通常还伴随巨大的负面作用，以命换命的更不在少数。那么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火影中所有 S 级别的术吧。第一类是封印术，全剧中出现的第一个封印术是源于漩涡一族的尸鬼封禁，是一个借由献上自己的灵魂给死神，让死神吞噬对方灵魂的究极忍术。若想解放灵魂，必须在漩涡一族的那面堂中找到对应的死神面具，让死神附身在施术者身上，抛开死神肚皮才能解开封印。不过自己也要成为死神的祭品。全剧中尸鬼封禁出现过3次，每一次都对剧情的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是火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封印术了。第二个是团藏的大范围封印术李四象封印术，释放刻在身上的李四象之印，全身的血液便会随即喷涌而出，形成封印球体，将范围内的所有物体全部封印在自己体内，视觉效果像极了成盾。至于封印范围嘛，差不多就是小樱纵身一跃这么远吧。最后一个是培恩用来封印尾兽查克拉的封印术幻龙九封禁。这些封印术虽然强大，但都有个通病，就是技能前摇过长，施术准备太久，如果不能在封印前抓住对方，技能很难命中。山影村的傀儡部队曾致力于开发赋予傀儡生命的忍术，千代婆婆就是其中的研发主干，但研发代价太大，在途中就被列为禁术，停止了开发。但千代婆婆为了复活蝎的父母，成功完成了此术己身转身，最后却用来复活了我爱罗。第二个转身术是大手丸在经历长时间的人体实验后才得以开发出来的永生之术不尸转身，通过将自己的精神转移到别人的身体中，借此得到永恒的生命和不老的容颜。不过这术的 CD 长达3年之久。大手丸最具有代表的 S 级忍术当属秽土转身，这个由2代火影千手飞间开发，大手丸、药师都改进的通灵术，犹如禁忌一般存在。通过献上祭品，将亡者灵魂重新召唤回人世，并以实体形式复活，还能获得不死之身。但若无法获得被转生者的 DNA， 或被转生者的灵魂已被封印，则会使用失败。所以石沉大海的自来也也无法被都复活。秽土转身这个术在火影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完善了人物的故事，但也让后续的剧情崩塌，战斗体系瓦解。火影从忍界大战篇章开始口碑骤降，秽土转身得背这个锅。大手丸第3个 S 级忍术是8旗之术，被称为大手丸最强的忍术，但这术还未来得及向我们展现它的强大之处，就被又须佐能护的十拳剑给封印了。和大手丸一样，纲手也拥有3个 S 级忍术：阴封印、解、创造再生、忍法、创造再生、百毫之术。前2个其实都包含在了忍法、创造再生、百毫术之内。通过释放阴封印，获得大量的查克拉，再以百毫之术长时间使用创造再生，让施术者能在战斗中一直恢复所受到的伤害。纲手的前男友加藤段也有一个 S 级忍术灵化之术，将精神能量和肉体分离，化为灵体附身于他人身上，让敌人的精神从内部崩溃而死。比起山中一族的新转身之术，灵化之术能无视距离，超远距离潜入敌人身体内部，杀人于无形之中。现代婆婆的另一个 S 级忍术是百秘器劲松食人众，召唤出傀儡师始祖门左卫门的杰作劲松食人众。千代婆婆用超高的技术，一根手指控制一个傀儡战斗，每个傀儡都有独立的能力，相互配合，还能联合发动3宝吸傀等强力封印术。千代婆婆曾用这10具傀儡攻下1座城池。另一个 S 级傀儡术则是天才傀儡造型师赤沙蝎的赤秘技百击操演。蝎通过将自己改造成人傀儡，突破了食指限制，利用心脏发射查克拉线，同时操纵近300个傀儡，战斗力足够摧毁一个国家。蝎与千代一战后，这些傀儡都被沙隐村回收了。
所以很期待《博人传》中勘九郎能拿出来秀一把。小的另一位成员干式鬼鲛也会一个 S 级忍术水牢鲨鱼游弄术，在使用水盾大爆水冲波制造大片水域后，自己再与鲛姬融为一体，变成半鱼人，大幅度提升自己在水中的移动速度和攻击力，同时还能吸收敌人查克拉，曾让吉拉比吃尽苦头。全剧中唯一一个 S 级体术叶凯，是凯在开启八门遁甲之阵死门之后，以生命为代价发动的最终奥义。相较于7门西向，叶凯的威力提升巨大。要知道鬼脚应接西向都没有死，而叶凯的这一脚则直接毁掉了拥有6道仙人体的斑野的右半身，被大家称为差点踢出大结局的一脚。除了极强的破坏力，攻击速度也是极快，即使使用时空间忍术也不一定来得及躲避。说到时空间忍术，就不得不提飞雷神之术了。这个由2代火影千手飞仙开发，4代火影波风水门发扬光大的 S 级瞬身术，只要施术者事先在目标留下飞雷神术式，即可瞬间移动到标记位置。第3次忍界大战上，水门凭借此术来无影去无踪，被大家称为黄色闪光，避而远之。在第4次忍界大战中，2代、4代多次通过飞雷神转移了尾兽玉，保护了联军。尾兽玉是尾兽所使用的 S 级忍术，必须把阴阳查克拉以2:8的比例混合压缩成超密度的球，再一口气释放出来，威力足以削平一座大山，摧毁一个村子。螺旋丸也正是水门受到了尾兽玉的启发才研发出来的。和螺旋丸一样，风遁螺旋手里剑也是鸣人的代表忍术之一，可能因为出军率太高，很容易被大家轻视。其实这个术非常恐怖，是全剧中唯一一个 S 级风遁忍术。用纲手的原话就是风属性查克拉变形成无数微小的利刃，连续快速并密集的攻击全身细胞，并切断连接身体细胞的所有经络系统，自身还会受到术的反作用。鸣人第一次使用后就直接躺医院了，危险到纲手命令鸣人禁止使用。在鸣人学会仙术，拥有了强韧的体质后，才能无视术的副作用，放心使用。这也是木叶丸至今都未学会风遁螺旋手里剑的原因之一。S 级雷遁忍术火影中有2个，第一个是佐助的麒麟，麒麟不仅破坏力极强，攻击速度还比音速快，几乎不可能躲避，并且只需要少量的查克拉就能发动。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要利用自然界的雷电。佐助首次使用时，先是用火遁豪龙火之术令周围的空气急速增温，从而产生上升的气流，上升的气流又产生积雨云，当积雨云产生了雷电，再通过手中的千鸟将雷电引向敌人。施术条件异常苛刻，但也正因为是自然界的雷电，所以不会被像大胶弹这类会吸收查克拉的术吸收掉。另一个 S 级雷遁是卡卡西的雷切，是卡卡西在少年时期开发的千鸟的另一个称呼。该术攻击速度快，单点贯穿力极强，是卡卡西的代表忍术。至于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雷切和千鸟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忍术这个问题，我们下期视频来做详细的介绍吧，记得一定要看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剧。鸣人佐助会不会死，是《博人传》开播以来大家一直很在意和担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在第1季中传播的那句“送你去西戴姆那里”，与博人所佩戴的佐助的判忍护额和草剃剑让大家颇为忧心忌惮，并且在近期的漫画中，大头目一世闯入木叶，即将与佐鸣2度开战。佐助随即也立下了我和鸣人都可以为了村子去死的 flag。最吓人的是，岸本曾在17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希望《博人传》能够自由发挥，不需要被火影束缚，就算是把火影里的角色画死也是可以的。于是秃鹰便惨遭毒手，领了便当。这种种线索捋在一起，都带给观众一种佐助鸣人会战死的迹象。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佐鸣2人在博人传中的生死问题吧。先来说说佐助吧，其实我一开始是笃定他不会有事的，毕竟博人以拜他为师，佐助很有可能会在博人接下来的3年修行过程中继续扮演博人师傅的角色。但是随着果勋居士的登场，既定的事实似乎有了变数。作为自来也克隆人的果勋居士继承了自来也的意志，也在为忍界的未来殚精竭虑。果勋居士在漫画中的各种行为表现也都无时无刻在致敬自来也，看得出来官方有意想把果勋居士塑造成自来也 2.0 版本。那自来也在火影中有哪些设定呢？在蛤蟆仙人的预言里，自来也是引导预言之子成长之人，先后培养了水门、长门和鸣人。如果果勋居士继续沿用自来也引路之人这个设定，那指导天选之子的博人修行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也算是对火影和自来也的又一次致敬吧。其次，博人虽拜佐助为师，但他自身的能力和佐助并不契合。佐助的一系列高阶忍术都是基于宇智波一族的血统完成的，须佐轮回也好，天照月度也好，没有血灵眼的博人是绝对无法习得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常规忍术，佐助似乎不能教给博人别的东西了。我们也不难看出，博人现在拿手的螺
螺旋丸、影分身等能力，还是更偏向于自来也鸣人一脉，把博人交由果勋居士指导会更好一些。那既然佐助不适合当博人的师傅，那指导自己的女儿佐良娜总是可以的吧？这样想的确没错，但有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宇智波一族的血祭仙界，需要像学习螺旋丸和千鸟一样，非得有人手把手来教吗？好像不用吧。纵观班、带土、佑和佐助，他们学习血莲演戏的技能基本都是靠自己领悟，无需族人引导，好像到了特定的时候自动就能掌握一样。佐助指导佐良娜虽合情合理，但并不一定需要。其次，在先前《博人传》漫画中又重新提及了百豪之术，还旧酒新装，帮百豪之术攀上了六道仙人这个祖宗，引出了百豪之术可能与大头目一族的蝎同出一脉的设定。那后期百豪之术势必会被继续深挖，考虑到这是忍者新时代，纲手小樱已退居二线，不可能再花大量笔墨来描写他们，继承和进一步开发百豪之术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佐良娜身上。那由纲手小樱来指导佐良娜学习百豪之术，就再合适不过的了。还有就是三大仙帝和三大仙人的坑，在《疾风传》中，妙木山的蛤蟆仙人和龙地洞的白蛇仙人都先后登场，唯独只有尸骨林的阔鱼仙人还未露面。如果《博人传》想填这个坑，那佐良娜通灵阔鱼，学习阔鱼仙人模式也势在必行。这也仍需要纲手和小樱引路，所以纲手小樱似乎更适合当佐良娜的导师。在这，佐良娜作为《博人传》的女一号，后期若要参与更高层次的战斗，升级血莲眼那是一定需要的。但我们都知道，血莲眼的升级是需要强烈的情感来刺激的。但出演这段悲惨故事的受害者会不会就是佐助呢？这很让人在意啊。但也不是说非得以佐助之死来刺激佐良娜开眼，至少佐助在鬼门关走一遭的几率会非常高。总的来说，接下来鸣人佐助与一世的战斗，佐助凶多吉少，非死即残的可能性会很大。我这还没有把佐良娜开永恒万花筒，移植族人血莲眼的情况算进去哦。再来说说鸣人，在我们原本设想里，鸣人亲授儿子仙术本在计划之内，可果勋居士的出现却似乎能顶替鸣人的位置，毕竟他也可以带博人去妙木山学习仙术啊。不管是博人还是佐良娜，他们接下来的3年修行，即便离了鸣人佐助，好像都没太大影响。第二就是火影之位的传承，木叶丸和佐良娜先后都立下了成为火影的 flag， 可如果鸣人不提前主动禅让，那木叶丸和佐良娜可能在动画完结都成不了火影。相反，如果鸣人下线，那木叶丸就自然能继位火影啦。别说木叶丸实力不够，和历代火影比起来，木叶丸确实还嫩了点，但横向对比其他村的影，以木叶丸的实力和声望完全够格。从剧情层面，鸣人佐助却是生死难测，情况很不乐观。但从商业角度来看，那可不一定哦。《博人传》的诞生可不是为了延续什么火之意志啊、梦想啊，它这只是一部蹭火影热度的商业作品而已，背后可是被众多资本操控，指着《博人传》去赚钱呢。看看火影忍者，即便完结多年，但依旧是东京电视台最赚钱的 IP， 得了衍生作品和跨界联动层出不穷，妥妥一棵摇钱树。所以即便小太刀想把鸣人佐助写死，电视台、杂志社和背后一些金主爸爸也不会允许的。此段台路的事没人会做。如果博人等一众后备角色有足够的人气和卖气替代鸣人佐助，那把鸣人佐助写死无可厚非。可事实上呢，博人他们做不到啊。动画开播3年，捧了他们3年，不仅一个爆款人气角色没有，反倒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他们那仅有的一点点人气，大部分还是沾了他是鸣人的儿子，他是佐助的女儿的光而已。说难听点，他们就是强推之势，撑不起收视率和销量，根本不能指望他们去赚钱。《博人传》只是起了个延续火影热度的作用，不至于让火影像某些动漫一样，在完结后迅速降温，失去商业价值。回到本期主题，我不觉得鸣人佐助会死，但历经生死劫难，在所难免。为了后续剧情的发展，把佐鸣封印起来，让他们暂时下线。3年后再有博人拯救回归，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处理方式，既能促使博人他们迅速进步，也能稍稍降低观众观感的不适。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还望点个关注，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